这届石油杯历经12天，24支队伍参加，共进行158场比赛，版本为 7.41D， 天辉胜率 45%， 夜眼胜率 54%， 平均比赛时间 43.2 分钟，天辉获胜均时 41.3， 夜宴获胜均时 44.5。 以下是一些战队的比赛平均用时和获胜均时。冠亚季军该数据都短于所有比赛均时， PV 战队均时倒数第5，他们现在的打法节奏变快了很多，立即胜时明显大于均时，差距均时排正数第2场。英雄篇，在所有127个英雄中，进入 BP 有115个，未出现是这12个。如果让我选一个可能会翻红的英雄，骷髅王的复活技能感觉挺好用，但实际是这英雄已经做了很久板凳。最多选择英雄中，土猫继上个比赛成为中路热门后，这个比赛被选择率继续上升，小松鼠仅以1场之差保住了最热门英雄。我一直有个想法，既然大家看重4号位的全能性，为什么不尝试更全能的4号位卡尔呢？最多禁用英雄中，老树和崇德断档领先，老树是其中唯一的辅助英雄。1号位热门英雄总体和上个比赛几乎没有变化，小细节是小小的上场率变少了，大家更喜欢选远程的影魔和小黑。2号位热门英雄中，卡尔新登榜单，我觉得这很可能是被那些喜欢用卡尔的中单带热的。这届比赛的带货王是妮莎、Mid One 和 Yandex 中单都用了3次，如果算上背叛次数，中单位置登上 BP 最多的是帕克。3号位热门英雄中，末日消失了，并不是不选，而是背叛的次数太多了。人马强势进入榜单并登顶，难道是因为他的一手拉车吗？兔子也是新晋热门，职业赛场流传着一句话，大比赛选团控，这很合理。兔子也是3号位登上 BP 次数最多的，这让我想到一个英雄，猛犸呢？难道只在 TI 才回归？4号位热门英雄中，小仙女新加入，顶替了 Lion。 原本我很看好后者的强势 gank 能力，在所有4号位中，进入 BP 次数最多的是光法。5号位热门英雄榜单变动比较大，冰龙、狮王和小丑都是新入榜单，感觉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救人技能呼应之前，这也是我看好骷髅王的原因。发条同时出现在4、5号位热门榜单，5号位登上 BP 次数最多的还要看班尼。有一个英雄在上面的榜单中都没出现，但在比赛中的画面很多，就是电炎绝手，广泛分布于2、3、4号位，差距选了5次，是所有战队中最多，并且都是3号位来用。上场次数超过10次的英雄中，火女和大鱼人胜率较高，他们大概率会成为 TI 上的新晋热门。英雄数据到此为止，大家找到自己喜欢玩的英雄了吗？接下来是选手数据， KDA 最高是冠军3号位 Noticed， 他也是本届比赛 MVP， 个人奖金 2.5 万。 GPM 榜单中，冠军1号位数据断档领先，亚军1号位华生却没进入前5，其他都是熟面孔。再次担任1号位的瑟米奥状态让人惊喜，不仅仅体现在数据， Nigma 在小组赛位列第1，这支战队或许可以让人期待一下。每分钟正补榜单和 GPM 榜单合起来看， Satanic 在数据这块明显很突出，另一个重合的是 Pure， 但不知道他的 CD 转到哪儿了。接下来看冠军战队数据， PV 本届比赛选择次数较多的英雄是小仙女和冰龙，那就先说辅助位，在这2个位置上，他们经常选远程双脆皮，而不太选狮王发条这类近战型，也不太注重小丑、拉比克这类有救人技能的。远程双辅助的优势应该是线上强和中期 gank 能力强，正好能对应上 PV 的快节奏，但也有劣势，就是后期团战中辅助容易被切，容错绿底。如果把这次比赛 PV 的英雄池和上次他们夺冠时5月份梦幻联赛 S29 相比，感觉发现了好玩的数据。这个4-5的绝活可能是光法和冰龙，他们的对手可以考虑半掉，尤其是冰龙。接下来看3号位Notice 在这个比赛的发挥真的没得说，他几乎擅长当下所有热门3号位。人马和斧王虽然只选了1次，但分别是在决赛和半决赛选的，英雄池也非常深。2号位 No One 很有意思，他似乎守旧般的喜欢选滚滚，即使其他队都不怎么选了，这或许是身为老将的习惯。1号位从数据上来看好像很少选影魔，但其实都被对手搬了，决赛4局中影魔都是被一手针对。当前的 Satanic 从英雄上来看也少有短板，或许偶尔他选出猴子这种复古1号位来奖励自己时，就是对手的机会。总的来说，如果跟这支 PV 进行 BP， 我可能更愿意去针对2、4、5号位。
一是因为可能更有效，二是这3个位置对中前期节奏有很大影响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